奶奶，我真没中邪，被我奶一扫帚扫到院子里，我无语委屈的恨不得6月飞雪。你有话好好说啊！我奶根本不给我解释的机会，只是我二叔从后面包抄，都半夜狗叫了，还说没被欢欢上身。欢欢是我奶养了10年的小博美，上周寿终正寝归了西，给老太太伤心的不行。我看不得她日日消沉流泪，于是脑子一抽，半夜学狗叫慰藉我奶的心，结果不仅没慰藉，她还当我中邪，一大早就让我二婶去请阴阳先生。我都说了，我只是想安慰你呀。我绕着柱子和我奶的扫把斗智斗勇，我奶是10万个不相信，安慰我用得着半夜3更。我心酸流泪，那不是半夜3更才想出这么个法子吗？与此同时，门口我二婶一嗓子也嚎了出来：老太太，我把小先生请来了。趁着我奶缓神的功夫，我撒腿就想往外跑，可惜天不如人愿，刚一脚迈出门槛，我迎面兜头就撞上一堵人墙。卧槽！我捂着鼻子泪眼婆娑，这么硬，是正常人体构造吗？肩上一沉，我擦着眼泪抬起头，瞧见了一张好看的恍若天神降世的俊脸。你就是让狗上身的那个。我嘴角僵僵，一瞬间什么花痴心思都没了。大哥，看你也像个读书人，咱能不说这么邪乎的话题吗？那小先生没说话，低头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遍，好看的眼睛里隐隐泛起几分羡艳。咋的？被狗上身你还很羡慕？谢晨小先生，我奶在后面急急出声，您看得如何？我比我奶还急。奶奶，这人看起来还没我大，他能有啥本事啊？你别闹了行不？我话音刚落，肩上的手突然用力一捏，我疼的一句脏话差点飙出口，那人却已经收了手。无妨，他悠悠道，多晒太阳，驱邪扫秽，强身健体。我奶疑惑，您的意思是？小先生揣着手，慢条斯理地笑了下，正捂头扫扫院子吧。因着谢晨一句话，我连扫了3天院子，院子里草都快被我扫秃了，我后脖梗也让正午的太阳晒得直爆皮。我出门丢完垃圾，心说要再看见那姓谢的，我一定让他瞧瞧真被狗上身是什么模样。然后一回身，一拐角，正碰见了白衬衣牛仔裤的谢晨。他看见我先是一愣，随即惊意外笑了：是你？我皮笑肉不笑。还有，这不谢晨小先生吗？今天又是来给哪家消灾呀？他抬手一指，我一看，哟，隔壁孙大娘家。抱着八卦的心思，我暂时泯恩仇。他家咋了？谢晨说是惹了灰仙，家里总是少东西，所以请我过来瞧瞧。灰仙、老鼠精，反正我是不信的。所以阴阳怪气，那你可给人家好好看，别只顾着2次伤害受害者。谢晨理解了我的意思，皱皱眉，你怎么了？我意外脖子给他指后脖梗，你说怎么了？晒了3天大太阳，我都秃噜皮了。谢晨一怔，竟认真给我道歉，我那里有些东西，给你拿来抹抹。我100万个拒绝，什么3无灵丹妙药啊，我才不用，你少害人。谢晨沉默1秒，表情有点难言，我是说芦荟胶。Sorry， 没想到你能这么现代化。气氛正僵着，孙大娘家门一开，老太太探了个头，哟，小先生来了。谢晨微一点头，看向我，你要一起吗？斗法现场？那加我一个。跟着谢晨在孙大娘家转了一圈，谢晨一直表情淡淡，最后在院中间站定，语气无波无澜，和仙家作怪无关，怕是自惹烦恼。话说着，他的目光落在院内一直掏蚂蚁洞的小孩身上，那孩子年岁不大，8、9岁的模样，胖得像个球，一脸横肉。孙家媳妇当即不乐意了，拉下脸来骂骂咧咧，说谁呢你？年纪轻轻坑蒙拐骗，也就是老太太信你个没人要的扫把星。还先生，我呸，怎么还骂人呢？我一撸袖子也不乐意了，你做贼心虚吧？就你家那小子什么德行你自己不知道？上个月半夜翻墙偷我奶家腊肉，零钱的不是他。人谢晨好心没点破，你还蹬鼻子上脸。那小胖子听到战火惹到自己身上，不知是心虚还是愤怒，总之嗷的一声就向我冲来，抬手便要打人。我打死你！我冷笑，刚想撸袖子教育这胖墩子再练上3年吧，手腕却被人扯住。谢晨往我身前一挡，替我挨了那胖子一拳头。喂！我心中微紧，小孩打人是没数的，这一拳下手可不轻快。谢晨表情不变，只拉着我的手腕，走吧。那女人还和他儿子在后面呸来呸去，骂了一句比一句难听。我小心觑着谢晨的脸色，却发现他是真的毫不在意，波澜不惊。没关系，谢晨发觉我的担忧，轻轻勾了下唇。我已经习惯了，我对谢晨了解不深，只是偶尔会听我奶提一嘴，他是个孤儿，从小被街头的算命瞎子收养，学了些术士谋生。正午头，我和谢晨蹲在路边啃老冰棍。我问他，年纪轻轻做这行不容易吧？够吃饭吗？不行，以后来我家蹭饭。谢晨嘴唇被冰衬得通红，唇红齿白的活像个小妖精。他叼着冰棍，含含糊糊。年薪50万也还行。我闻言倒吸一口凉气，一把夺过他的冰棍。50万还让老子请你吃冰棍？谢晨很委屈，50万高吗？我师父年薪100万都是常事。我一下子丧失了交流欲望，面无表情一挥手，你起开。谢晨笑着看我，去我家一趟。我给你拿芦荟胶，芦荟胶而已呀，谁还没有了？
谢晨慢悠悠地说：“我那个一瓶500块，走走走，让我也感受一下金钱的舒爽。”谢晨家在小镇最西头，我本以为也就是普通2层小楼，结果到地一看，好家伙，4合院！我的目光很复杂，你师傅还收徒吗？不收我给他打杂也行。谢晨拎着芦荟胶拍拍椅子，他不收，但是我收啊，我乖乖按他的意思做好，低头露出后脖梗。你出师了吗？还收徒，误人子弟。谢晨的力道很轻，声音也很轻。陆淼，你能不能对我有点信心？我被他叫名字叫的一愣，简简单单2个字，从他嘴里出来还挺温柔缱绻。你怎么知？我拧着脖子回头，却猝然对上他专注的目光，话音不由得一顿。谢晨轻轻笑了下，眼眸弯起来，因为我能掐会算啊。我承认我被美色击中了，好几秒钟都没顾得回话，直到谢晨沾着芦荟胶的手在我脸上揉了揉，剩一点别浪费。我心头蓦地一跳，下意识垂了眼。谢晨揉搓着我的脸，突然道：“陆淼，有没有人说过你的命很好？”我摇头，我不信这个。谢晨眯着眼看我，语气轻轻巧巧：“真的，不骗你。”所以呢？我问。命好又怎么样？谢晨懒洋洋笑。所以能不能带带我呀，小神仙？我怀疑谢晨在撩我，但是我没证据，而且干他这行的大多3弊5缺，所以我默默在心里警告自己，别爱，这个是真的没结果。周五照旧跟着我奶去赶大集，我看着人山人海就嫌烦，溜到街尾的土地庙图清静。土地庙不大，但香火还可以。我踏进主殿，寻思给土地爷上个香，抬脸就见供桌前站着个身高腿长帅哥。哟，熟人。谢晨刚上完香，见我就笑：“淼淼，我说你挺自来熟啊。”谢晨不理会我的阴阳怪调，问：“你来这是上香吗？”我点点头，来都来了。谢晨却道：“那得等一会。”我纳闷，为什么？他指指祭台上的神像。我顺着他的指尖瞧去，猛地顿住，这土地爷怎么背着个身啊？谢晨瞧出我的疑惑，解释道：“他今天休息，我替他看一会，马上就回来。”我咽咽口水，这怎么还有来有往的，闹得和真人似的。不对呀，我又一算日子，就算土地爷也是996，今天才周五啊，他为啥休班？谢晨默了默，迟疑了一下才开口：“可能是调休吧。”我正想感叹2句，殿内却忽而有风吹拂过，很暖很轻，但还是吹得我有点后背发毛。谢晨道：“回来了。”随着他话落，石台上的神像开始缓缓转动，我眼睁睁地瞧着那1人高的石雕像转过身，慈眉善目的老头重新露脸，似乎还冲我眨下眼。卧槽！我心里一抖，下意识就抓住谢晨的手往他背后藏。谢晨很冷静地把我牵出来，递过香，上吧。我颤颤巍巍啊！谢晨看看我，索性捧着我的手往前1躬身，2个人上一炷香，成了。他笑，沾沾小神仙的福气。我看他笑得清润俊朗，眼神就有点发直，隐隐约约听见店里有人呦呦呦呦，不是你又啥呀？当个神仙稳重点不行吗？上完香，谢晨带我出了主殿，我还因为刚刚的超现实主义有点懵，任由谢晨牵着我走了一路。能不能给我个联系方式？谢晨掏出手机看向我。我本来还稍有娇羞，但一看他的苹果14 Plus 暗叶子，就完全娇羞不起来了。妈的，这年头搞阴阳也太挣钱了吧！能被我一边眼馋一边打开2维码，毕竟咱俩这么有缘。谢晨闻言轻轻笑了下，我喜欢。我一怔，心脏又开始不争气瞎跳。喜欢什么？他看着我的眼睛，舒展的眉眼温润又清朗。喜欢和你有缘，破案了，姓谢的绝对对我有意思。这可不是我自恋，聊天记录里长长的消息都是铁证。我有点困扰，阴阳先生能谈恋爱吗？这门规是不是太宽松了点？但谢晨完全没这些顾虑，大半夜跟我分享撞鬼心得。我默默把脚收回被窝，感觉这一秒他可能也不是很爱我。周末有人家要扫屋，你要来看看吗？他问我。扫屋是我们这边一种入住新房前的仪式，简单来说就是请的先生走一圈舞一段驱邪避讳。能看帅哥跳舞，那我当然要到场，于是愉快给他发了个要看。他那边简单发了个啊。我说你呀什么？下一秒语音消息发来，我点开一听，是谢晨带笑的声音。你要来看？我好紧张啊，妈呀！我吱呀怪叫的在床上打滚。好不容易盼到周末，一大早我就起来捯饬自己。我奶看着我都纳闷，咋的？你也要上场舞一段？可拉倒吧！我要是上场舞起来，谢晨准得当我狗上身。我奶看着我一脸雀跃，眉头却皱紧。淼淼，你最近跟谢小先生走得太近了。我笑，近还不好啊，驱邪替我打8折。我奶一巴掌先把我腿打折。真当和他混一起是什么好事啊？我奶沉下脸凶人。咱敬他归敬他，但你少抱其他心思，他一走阴活的能招什么好报应？你少和他掺和。我撇撇嘴，先前还叫人家小先生，后来就管人叫走阴活，8字没一撇的事呢，做什么这么急着放话？扫屋家也不远，都在一个镇上，我腿着10多分钟就到了地。大差不差的自建房，朱红大门前已经站了不少人。我踮着脚往里瞧，一眼就看到了谢晨。他照旧衬衫牛仔裤，似乎也刚到不久，正站在院子里准备上香开坛。
转眼的功夫，他便瞧见了我，弯眼一笑，给我比口型。我好紧张，我给他回，那我也没办法。谢晨没在意我皮的这一下，依旧带着笑的望向我，他的笑很轻柔，像风一样。我看着谢晨的笑容，心头闷闷地撞了下，不知为何，第一次生出了这阵风即将远行的错觉。开坛正式开始，谢晨并没有像我以为的那样来断跳大神，而是从背包里掏出了一把铜钱剑。他单手执剑挽了个花，身形轻晃，翩如蓝条翠，宛如游龙举。我默默瞧着，只觉院内阳光一下子盛大起来，却只独独落在谢晨一个人身上。他与剑一同舞动，却比剑光更为凌厉灼眼，像一场壮丽到即将燃烧的大梦。小先生怕是马上就能出师了。身边有大爷叹道，步子走得这么稳，已经强过瞎老头了。旁人附和，是啊，估计也就是在一遭的事。我也跟风讨论，这在一遭是遭啥呢？大爷呵呵笑，谁知道呢？或许是杀气正道吧。没想到大爷还是网文爱好者。我也乐呵呵地听着，爱在人群中看谢晨走完一事。扫屋结束后，按理屋主是要摆宴的，但谢晨谢绝了屋主的宴请，背着包拎着剑，像个云游侠客一样向我走来。淼淼，他看着我笑，中午请你吃大餐好不好？我被他这侠客行的模样迷得不行，屁颠屁颠的只想跟着他走。路上我跟着他瞎聊，聊到大爷的杀气正道上，遂笑着打趣，谢大侠，听说你出师前还有一遭，要遭什么？谢晨还真认真想了想，却摇头说不好。我开玩笑道，不会真是杀气正道吧？那我岂不是很危险？谢晨步子没停，声音也依旧温温的，你为什么会很危险？我一怔，不自觉停了脚步。谢晨察觉我的停顿，也驻步回头望我，温润的眼睛里笑意清浅。怎么了，淼淼？我看着他的眼，倏然觉得站在我面前的谢晨，在这一刻陌生的像是萍水相逢的过路人。我不想和你绕圈子了，我道。我直白一点，谢晨，你喜欢我吗？谢晨清浅的笑意似是一顿，他回望着我，喜欢啊。我刚想吐出口气，却听他用那种依旧柔和清淡的口吻道，我说过，你的命很好，所以我喜欢和你在一起。午后风很暖，但有那么几秒钟，我只觉得浑身发凉。所以你的意思是什么？我尽量镇定，喜欢和我玩，但不喜欢我这个人。谢晨似乎皱了下眉，但动作太轻了，我看不出来，只能隐隐觉到他眼底有了困扰。淼淼，你知道我是阴家，阴火走多了，身体也会不舒服。但是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很舒服。谢晨安静地站在那，眼角的笑意恹恹的。但至于喜欢，我从来没有考虑过，从来没有考虑过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头顶忽然飘来一朵巨大的云，将阳光遮得严严实实。我怔怔地看着谢晨笑意散漫的眼眸，心里像是被钝器划开了一小道伤口。淼淼，我说过吧，你是我的小神仙啊！谢晨最后说。去你妈的小神仙！我嘴角勾了勾，露出个讥讽的笑容。谢晨，神仙不庇佑你，我乃说的对，有些人真不是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能招惹的。那日我说出不庇佑三字后，谢晨有一瞬的怔愣，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，继续笑着，淼淼不要开玩笑，我没有开玩笑。我本想把谢晨的联系方式拉黑，但后来想想又觉得算了，成年人的世界，不回应就是结束，没必要搞得太过难看。但谢晨总还会给我发些乱七八糟的心得，我看得心烦又酸涩，只得把他设成了免打扰。不娶何聊，渣男。暑假快要结束，我也要收心回学校了。收拾行李的功夫，就听外面乱哄哄的，我和我奶八卦的往外凑。咋的了？这是消防车的警笛声尖锐刺耳，隔壁孙婶家媳妇嗑着瓜子冷笑。哼，那没人要的扫把星遭报应了呗，房子让人烧了。我猛地一震，你说什么？孙家媳妇讽道，谢晨的扫把星房子烧了，怎么心疼了？我就说你俩不清不楚，后面的话我听不清了，只顾得闷头跑。从我家到镇西边只有几公里，我从来没觉得这条路有这么长。原本漂亮的四合院已经被通天火焰吞噬，我死死扯住周边看热闹的人。谢晨呢？谢晨在哪？可周围没人能说得清。我抓着吵闹的人群，一个个问过去，一个一个。我不敢停。轰隆一声巨响，四合院内被烧断了房梁，原本结实的房屋轰然坍塌，激起阵阵更为炽烈的火光。谢晨，我颤颤地站在火场外，忽然有了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。只有在生死面前，一切情绪才能变得微不足道，却又触目惊心。淼淼，清润嗓音在身后倏然响起。我猛地回过头，看到了一身灰黑狼狈的谢晨，他还是笑着，即使脸上脏兮兮一片。你来找我呀？我看着他的脸，压抑的情绪终于撕裂，一下扑过去将他抱紧，失声哭了。操你妈！我叫你，你不知道答话吗？你躲后面跟谁玩捉迷藏啊？谢晨被我扑得没站稳，踉跄几步才笨拙地搂住我，拍拍我的背。刚刚手机摔坏了，我想找人看看能不能修，没注意到你来，我继续吼，一个破手机，你他妈不是50万吗？一个破手机哪有你重要？谢晨的声音在骚乱中有些模糊，却还是足够让我听清。新手机里没有你，他道。我骤然愣住，反应过来，眼泪已经在大颗大颗往下掉。说不出话，我只能将谢晨紧紧抱住，感觉到彼此心脏同频共振般的复杂巨响。
不哭了，淼淼。谢晨一直很耐心地搂着我，哭多了眼睛会不舒服。我哼哧着抬起头，问他：“你有没有哪里受伤？”谢晨笑：“没有的。”我跑得快，我静静地看着他，片刻，抬手用袖口把他脸上的灰黑一点点抹掉。谢晨微微怔住，但也没动，乖乖地任我动作。漂亮的脸庞终于清晰，我声音低低的：“谢晨，我现在好想亲你，怎么办？”吊桥效应是感情最凶猛的催化剂，可谢晨却很平静，完全不像一个刚经历过火场逃生的人。他定定地看了我一会，温柔却坚定地将我推远。淼淼，不要吻我。谢晨家房子被烧，确实是遭小人报复。他习以为常，并告诉我，干他们这行的不被报复才不正常。房子没了，谢晨也不是多揪心着急，悠悠荡荡地去了土地庙借住。被他拒绝亲吻后，我恼羞又难堪，犹豫了好几天才去土地庙看望他。土地庙香火并不是很旺，甚至连个看管都没有。我走进去一拐，就瞧见了正窝在偏殿里打地铺的谢晨。淼淼看到我，谢晨有些意外，笑着站起来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我张张嘴想说话，目光却在他红肿破皮的手背上蓦然顿住。手怎么了？我尽力平静情绪，目光却怎么都没办法从他手上移开。这个呀，谢晨笑，着火的时候手机掉了，捡手机时被撩了一下，没关系，不严重。当时问你为什么不说，我闭闭眼稳了稳情绪，问抹药了吗？谢晨把手往后藏，又重复不严重。我不理他，直接转身原路回家，再踏入土地庙，手里提着纱布和药膏。过来，我看着他明显怔住的脸，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，皮都快烂了，手不要了。谢晨慢慢从偏殿迈出来，院内阳光还算好，刺得他不由得闭了闭眼。后面怎么办？我问他，总不能一直在土地庙打地铺。不行，我家有一间空院，你先去住。谢晨的目光一直落在我给他抹药的手指上，好半天才慢吞吞道：“不用了，总会有解决办法的。没关系，我不欲与他争这些口舌之快。”沉默地给人上完药，静静地看向谢晨：“我要走了。”谢晨神情里出现了一瞬鲜明的空白，但他很快回过神来，问我：“淼淼要去哪里呀？”我抿抿唇，将酸涩的情绪压下去。很远的北边，去上学了。谢晨哦了声，他又静了一会，突然轻声笑了：“真好。去上学吧，淼淼，去见正常的人合适，去遇见和你一样命格好的人。命格好，我已经听够了这3个字。”于是我问谢晨，到底什么样才叫做命格好？谢晨想了好一会，到最后他笑着摇头，看向我，声音微微发哑：“我也说不清，我只知道你是我见过的命格最好的人，你是我的小神仙。”返校时间就在下周，我看着满满当当的行李箱，心里却还是空落落的。又是周五，我奶让我上集买点特产带回去给同学分，我应了声，挎着小篮子上了集。到了集市上，即使暗暗叮嘱过自己别再犯贱，但双腿不听话，还是默默走到了街尾的土地庙。庙里没人，谢晨兴许是出去做法了。我看着神台上的土地爷，抽了支香，恭恭敬敬地点上。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明，那请替我继续保佑谢晨顺遂平安。门外一阵嘈杂，我只起身顺声望去，一眼就看到谢晨被人重重推搡在地，一只胳膊不知是断了还是伤得太重，明显用不上力气，只能悬悬地护在身前。总算逮着你这个骗子，妈的扫把星晦气玩意还敢躲！对面领头的是孙家媳妇，她身后跟着4、5个高壮的男人，明显就是为了收拾谢晨而来。你个瘪犊子，还敢说我儿子？那女人使劲地啐了一口，看着谢晨的眼神满是厌恶。就算我儿子偷东西，也轮不着你多嘴，没爹妈的东西看不惯别人有娘宠是吧？即使被人推搡在地，谢晨却也没什么愤怒的表情，他只是努力将脊背挺直一些，再直一些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冲出去的，等意识跟上动作的时候，我已经把那女人撞出了1米多远。淼淼，身后谢晨的声音明显紧张起来，他挣扎地站起身，扯住我要把我往远处推。谁让你来的？走，离我远远的，离这里远远的。妈的，你个死丫头又来犯贱是吧？那女人骂骂咧咧地爬起来，指着我骂：“喜欢的走阴火的，你他妈不怕遭报应？他自己都管不好，自个儿还能顾得上你？妈的，真不要脸！我去你妈的！”往日为了维护在谢晨前的良好形象，我一直秉持不骂脏字的理念，但如今看着谢晨身上明显的血印，怒火烧得我胸膛间阵阵钝痛，汹涌情绪一股脑的全部冲出。谢晨说什么了？你自己儿子手脚不干净，还怨得上别人？我厉声喝道：“你以为孙老太太为什么找谢晨？那是给你和你那好儿子立威示警。老太太心里明镜似的，她知道你儿子偷窃成瘾，小小年纪不学好，都他妈知道。你个死丫头骗子！”我冲上来要扇我耳光的女人被谢晨一脚踢开，她沉沉注视着几人，末了勾唇露了个笑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脸上出现如此阴鸷沉郁的表情，黑漆漆的眼瞳几乎压成1线，锐利如刀锋。都知道我是走阴火的，那就不怕我给你们找报应。她轻轻一笑，眉梢间全是攒不下的阴狠与嘲弄。今天我把话放着，只要弄不死我，我就有的是办法悄无声息地弄死你们。
敢试试吗？谢晨在他的专业领域是很有些名气的。此话一出，几个人明显都迟疑了，不敢轻举妄动。此时也终于有其他人注意到这边的不对，三三两两的围过来。见状，我立刻举起手机，我报警了。不想进局子就赶紧滚。那女人见势不对，又骂了几句，带着人飞快地走了。我松了口气，赶紧回身去看谢晨的情况。你来干什么？注意到我伸出的手，谢晨不动声色地退后一步，一向温和的脸上露出几分沉怒的冷意。我一顿，我赶集来着，就想顺道来看看你。谢晨默了默，低垂的眼睫似乎是轻颤了一瞬，再抬眼，眸底带着淡淡的倦意。回去吧，淼淼，不要再来了。我喉结动了动，拼命咽下了一句我不要，只说那我先和你去看看胳膊。谢晨摇摇头，不用了，我心里有数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又是没关系。那到底什么才是有关系？我几乎要拎着谢晨的领子骂出声，满腔的冲撞却在触及那双平静的双眼时蓦然顿住。谢晨正在看着我，双眼一眨不眨地看着我。他安静望向我眼睛的瞬间，好像已经无声地回答了我的问题：到底什么才是有关系？陆淼。谢晨轻声叫我的名字，然后停止好一会，他才道：回去吧。其实大家说的都很对，和我一个走阴活的混在一起，你不会有福报的。一瞬间，我只觉得自己似乎被溺到了水底，整个人都快被巨大的压力碾碎。你不是说过我是你的小神仙吗？半晌，我哑着声问他：你不是说过我命格好，喜欢和我在一起吗？为什么要赶我走？谢晨只是看着我，有一秒钟，我觉得他的目光比那日的火焰还要炽热，但眨眼就消失不见，熄灭成寂静的灰烬。对呀，你的命格很好很好，你是我的小神仙。谢晨侧过脸不再看我，温润的声音轻轻地说，所以我并不渴望拥有你。从土地庙离开的那天，我哭得好大声，我奶都吓了一跳，问我咋了。我说我遇到劫匪被抢了。我奶看着纳闷，你一穷学生，他抢你啥了？我瘪嘴，心说可能是爱情吧。又一周，8月底，我要开学了。按惯例，我走之前要去后山给祖宗们上个坟道个别，因这是下午的机票，一大早我就被我奶薅起来往后山赶。夏天后山上葱葱郁郁，枝繁叶茂，虽然凉爽，但他妈有蛇。听见嘶嘶声的瞬间，我后背一凉，拔腿就跑。等缓过神来，才发现别说老祖宗，就是下山路我都找不准了。瞧了半天，我才确定这边应该是后山最陡的坡，无奈叹气，心说狗屁命格好，这到底是哪门子的命格好？没招，慢慢挪吧。幸而山上风景不错，我走的还是条从未走过的小道，看着景吹着风，心情还不错。然后在心情不错的下一秒，我就看见了谢晨。他穿着运动衫蹲在葱郁的灌木后，盯着身前小土屋似的神龛，嘴里念念有词。我眨眨眼没打扰他，偷偷摸摸蹲在边上看他又念咒又给人擦神龛的，心说谢小先生这业务还真挺广泛。蹲了一会，我有点脚麻，正准备跳出去吓一吓他，却听他突然道：淼淼要走了。我一愣，谢晨完全不知我就在身后，只看着那神龛说：师傅，我的小神仙要走了。我从没听过他用这种语气说话，明明很悲伤，却又有种认清现实的平静。我知道他是要走的，这很好，不要和我这种走阴活的人混在一起。他这样说着，然后安静了许久。可是师傅，半晌，谢晨突然抬起头，声音清雅，好像掺杂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委屈。和我在一起真的会遭报应吗？和我这种人在一起真的不会落得好下场吗？淼淼的奶奶这么说，邻居这么说，所有人都这么说。可我想要我的小神仙，我呆呆地蹲在不远处，把谢晨真正的心声听得清清楚楚。一瞬间，胸口内像是堵上一团被冷水浸透的棉花，又沉又重，压得我不得发泄，只能默默地掉着眼泪。原来去扫屋那天，谢晨来找过我呀。他听到了亲人的担忧，也明白这份忧虑从何而来。他自小就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他人眼中是什么样的人，所以他说他不渴望，因为他知道拥有于他而言是一场遥远又悲切的梦。我捂住嘴，拼命抑制住哭声，酸涩的、苦烈的抽痛在心脏内缓缓蔓延。原来心疼一个人是这样的。谢晨似乎是笑了下，声音里却没什么笑意。早知道会放不下，我就不去遇见了。我知道这不太现实，毕竟他是我的贵人，是我命中注定的小神仙，所以我总会遇到的。谢晨哑声说，我只是觉得舍不得。话落，谢晨深深垂下了头。许久，他终于要起身离开，转过头，谢晨脸上切实的悲伤还没来得及接过，便已经与我对上了眼。淼淼，他一怔，明显是没想到我居然会在这偷听墙角，表情一瞬间有些空白。我蹲在原地，仰视着他的脸，盛满了泪的眼前阵阵模糊。谢晨，我哽咽着叫他，你怎么这样？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？我不觉得和你在一起会遭报应，我不觉得会落不得好下场。几句话，我已经泣不成声，胸口堵住的情绪终于呼啸而出，砸得我心脏与大脑都无比疼痛。谢晨看到我的眼泪，急切地迈出一步，却在落实后倏然顿住，而后慢慢地、慢慢地选择了后退。淼淼，
我不知道你听去多少，但我没有你想象中的那样应该被心疼着。谢晨平静地看着我，一只手却藏在身后，不知是否紧紧攥起。我有自己的私心。他说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从开始就叫你小神仙吗？不等我说话，谢晨便自己答道，师父去世前，我已经学完了所有的本领，只剩下最后一遭，叫做成贵。所谓成贵，是说在他们这一行中，有些人会遇到自己命定的贵人，这是一种很玄妙的感觉，在遇到那人的第一面，心底就会莫名的笃定，那是属于自己的贵人。和你在一起，我会过得很顺遂，也能平平安安度过我的出师一遭。谢晨轻声说，所以我说，我喜欢与你在一起，但成贵并不是天赐的奖赏，正相反，这是一种不得逃离的深渊。与贵人相携一生的术者，自然能够平安顺利，但更多的人，他们得不到贵人一生的青睐，在贵人离去后，便会遭到反噬，灾难接踵而来。所以我叫你小神仙。谢晨笑了，因为你真的是我的神仙。我默默听着，片刻，哑声问他，那你为什么要让我走？你如果根本不喜欢我，不在乎我，那为什么一个劲的让我走？我几乎是吼出来，把我关起来锁起来，保你一生顺遂平安才是。你为什么一直让我走？谢晨神色平静，因为与我混在一起，实在不是什么好选择。他低低吐出一口气，难得选择了坦诚。你有很好的命格，这与你是否是我的贵人无关。我舍不得你被染上灰暗。我看着他，声音沉下去。所以你干脆拒绝我，不给我一点希望，甚至后悔与我相遇。谢晨点了下头。对，我定定地看了他许久，末了一点头，好，我知道了，然后站起身，转头就要离开。不成想蹲姿太久，小腿抬离地面的一瞬，就妈的好像被灌满了麻胶。我膝盖一软，一声惊呼下意识出口，顺着陡峭的山坡就摔了下去。6秒，我第一次听见谢晨近乎撕裂的吼声，手臂被人用力一扯，下一秒，我整个人都被搂进了坚实温暖的怀抱中。后山虽陡，但幸而几个小坡都不是很长，谢晨把我紧紧护在怀里，翻滚数圈后终于停在了较平稳的坡道上。谢晨顾不得脸上细微的疼痛，我一咕噜撑起来就去扒谢晨的脸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撞到哪？谢晨轻轻嘶了一声，表情有些痛苦，这次胳膊扒成针要折，我急得眼泪一个劲的往外飙。你别乱动，我打电话叫救护车，你千万别乱动。谢晨听话的嗯了声。等我打完120后，他伸手在我四肢关节处摸了摸，确保我没什么大事，便道，我自己在这等人就好，你是不是要回学校？不用管我了，我没关系，你别耽误了时。谢晨，我蓦地喝住他，嘴唇微微颤抖，怒意几乎克制不住。你再说一遍试试。巨大的根本抵抗不了的痛意与悲伤就是在这一瞬将我冲垮。我死死盯住谢晨微震的眼，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，悉数砸在他的脸颊上。我告诉你什么是有关系，你有关系，你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有关系。你如果再敢说一句不要管你，你没关系之类的屁话，我就把你锁起来，锁在我身边，哪里都不许去。不到半个小时，120抵达，拉着我和谢晨去了市里的大医院。谢晨胳膊有点骨折，但幸而不严重，我则是有几处划伤，其他屁事没有。谢晨把我护得很好，直到被推进病房，谢晨还是一脸欲言又止，到最后终究没忍住，温声催我，你飞机要赶不上了。我直接把手机丢给他看，面无表情，退票了就退我90块，你给我补差价。谢晨笑，好，我给你补，你再重新订。我继续冷哼，请了半个月假，别想赶我。谢晨不说话了。病房里气氛一时有些沉闷，半晌，谢晨张嘴想说话，我却赶在他之前先开口。谢晨，我先前问你，命格好到底是什么样？你说你不知道。我看着谢晨那张清俊温和的脸，声音又开始不自觉地发颤，反复呼吸好几次才把眼泪憋回去。但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了。所谓命格好，就是与我在一起时，你是快乐且幸福的。谢晨一下子怔住了，他像是从未听过这样的答案，久久不得回神。我强忍着眼泪继续说，不仅你有感觉到幸福，我也有，因为我的身边有了你。我长这么大，除了你，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命好，只有你认定了我的好命格，认定了我是小神仙，护我如珠似玉，见不得我受一点伤。谢晨，我凝视着谢晨怔愣的脸，声音轻轻地说，你还没明白吗？你带给我的从来不是邪祟晦暗，而是快乐与幸福。你才是我的小神仙。我说的话可能太有哲理，一下子把谢晨 CPU 给干烧了。总之接下来几天他都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，不过再好没有再赶我离开。虽然折了胳膊，但谢晨的伤也算不上严重，住了2天院就开始要求回家。我坐在床边给他削苹果，闻言冷笑，哟，你还要回家？回哪个家？土地庙啊。谢晨去了眼我的脸色，小声说，还有个家。我手一顿，仇富的心里缓缓冒出，那谢晨可能顾忌着我手里有刀，立刻道，天大地大，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家。话音落地，他愣了，我也愣了。这他妈突如其来的甜言蜜语把我 CPU 也干烧了。半晌，我把苹果往他手里一塞，结结巴巴，那你跟我住。谢晨赶紧摇摇头，耳朵将红了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沉默再次铺开，片晌，
谢晨突然直起身，苹果随手搁在床头桌上，伸手蓦地把我搂进了怀里。我一怔，心跳不自觉地加快，身体亦随之倚在了谢晨的怀抱里，仿佛找到了安息之处。我很小的时候，师傅曾经说过一句话，谢晨的声音出现在我耳边，有点清雅，却很温柔。他说：“人生短短数十载，若能乘风即乘风，若能随心即随心。”谢晨的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勾弄着我的头发，是很亲昵的小动作。他停顿了一会，微微侧头，在我的额角轻轻亲了下。那时我不懂，但现在我明白了。无爱乘风去，有爱随心归。淼淼，做我一辈子的小神仙好不好？永远不会逃跑的那种。我呆呆地被他搂在怀抱里，耳朵里除了谢晨的温声细语，便只有彼此胸腔共鸣而发出的巨大的幸福的回响。许久，我从他怀里探出头，伸出手指和他拉钩。那说好，谁都不许逃跑，咱俩一辈子锁死。谢晨笑着和我勾上手指，同时低下头，温热的嘴唇贴上来，如潮水般柔软的暖意将我覆盖。盖个章，一辈子谁都不逃跑。我爱你，小神仙。晚安。